曼，你个丧门星，你嫌家里不够穷是不是？什么死人你都敢往家里捡？这腿都烂透了，绝对活不成，赶紧扔回海里喂鱼，死在村里败坏全村的风水。就是。大伯，你们也是赶海的，要是哪天你们的船翻了飘在外面，你们也希望别人把你们当死狗一样扔回海里吗？放屁！行，你非要留这个残废是吧？老子今天就把你这一房彻底除名。家里1厘米，1分钱医药费，你休想拿到！老子看你们2个贱命鬼怎么一起死！你救我干什么？让我死在海里啊！我现在是个连家人都找不到的废人，你救我只会拖死你！滚啊！海浪那么大都没拍死你，说明老天爷不收你，全村人嫌你，我不嫌。你给我活下去！在家等我。林总，您愿意带林氏财团100亿资金来咱们县投资建设，真是全县人民的福星。我代表全县父老乡亲敬林总一杯。张县长客气了，我今天来除了考察投资环境，还想跟各位打听一个人。曾经黄沙村再往南还有个渔村，32年前，那村里有个叫苏曼的人。林总，您说的苏曼，是不是当年那个从海滩上捡回来一个外乡人的姑娘？你认识她？那姑娘命苦啊，当年她捡来一个快死的外乡人，一个人把她救活了。后来那人出了海就再没回来，听说是死在南阳了。所以她等了几年，最后嫁了本村一个老实汉子，生了个闺女。可那汉子没几年就病死了，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进了城。前阵子我进城办事碰见过他一回，差点没认出来，50多岁的人，头发全白了，眼睛也快看不见了。我以为他过上了好日子，原来这些年他一直在受苦。你挖什么呢？牡蛎，明天拿姜炒了吃。苏曼，你从来没问过我是从哪儿来的。你愿意说的时候自然会说。尝尝，好吃吧？这里的牡蛎是最甜的。小王，动用林氏集团所有的关系，调集所有侦探，查1个小时内，我要知道苏曼32年来的全部真相。他在哪儿？那个女儿是谁？每一件事我都要知道。快去！是，林总。票呢？没票想上船？这一趟是去南阳的，1张票52块。你有钱吗？大哥，我身上就这些了。到了南阳，我一定双倍补上。我有人接应，到了就有活干。空手套白狼，老子见多了，没钱就滚开！等等，这里是47块3毛，你拿着。苏曼，这是你全部的积蓄，你把钱都给了我，你怎么办？我在村里怎么都能活下去，你不一样，你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不该困死在这个破地方。到了南阳，记得写信，家里给你留着门呢。苏曼，这一切，我林峰以后一定会上万倍的报答你。不用，你以后要是出人头地，就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。行了，上去，快点儿！那之后，我在南阳找到了家人，写信告诉了苏曼，但后来再也没有回信。多年后，我回到村子，邻居说他有了新家，搬到了北方。我以为他过上好日子，就没再打扰他。可为什么变成这样？32年，小王，告诉我信和钱去哪儿了？林总，查到了，有人故意害苏曼姐。说是谁？是苏红发，是苏曼姐的堂兄苏红发。32年前，您从南阳寄回国的几十封信，还有整整5万美金的钞票，全被苏红发勾结老村支书钱厚德给私吞了。他靠这笔巨款
靠着吸苏曼姐的血，进城开办了建材公司，10几年经营下来，如今已经成了资产数亿的红发集团董事长。苏红发，你这个畜生！更恶毒的是，苏红发做贼心虚，害怕当年的事情败露，伪造了您的死讯四处散播，让苏曼姐以为您已经死了。之后她结婚生下一个女儿，但丈夫不久就因为海难去世了，她就带着女儿进城谋生，在工厂流水线做最苦的工，一天干10几个小时，累得直不起腰，加上长期营养不良、用眼过度，眼睛的视力越来越差，几乎快要失明。如今她带着16岁的女儿小雨，租住在城西那片最老旧的小区里。32年前，她用一双流血的手把我从沙滩上背回来，从鬼门关里拖了出来。如今我成了身家100亿的南洋巨富，我的恩人却在我的眼皮底下被一个吸血的畜生折磨了整整32年。我林峰要是装作不知道，我还算是个人吗？小王，传我命令，调集林氏集团总部200亿的资金，把全省最顶级的金牌律师团、最好的私家侦探、所有的保镖全部给我砸向城西。我要让苏红发那个畜生把吞下去的、抢走的、欠苏曼1000倍万倍的给我吐出来。在3天之内，我要让整个红发集团彻底灰飞烟灭。苏曼，你给老娘出来！今天这合同，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刘姐，这个月的房租我不是已经交了吗？那是上个月的，从今天起房租翻倍，限你3天之内签字，不然就给我搬走。刘阿姨，我妈眼睛不好，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搬了。找不到地方搬关我什么事？这地方涨价了，住不下去就趁早腾地儿。这份合同，他不用签。你谁呀？少管闲事儿！刘桂芳女士，你长期不按约定提高房租，多次向租户索取额外费用，严重影响了租户的正常生活。接到了大量反映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材料，现按规定解除租赁关系。后续事宜我们会通过正式渠道解决。桂芳姐，这东西是真的，不是吓唬人的。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跟苏曼姐处得好好的，你干了什么事儿，自己心里清楚。走，我走。你是苏曼，是我，林峰。林峰，你不是？他们都跟我说你死在南阳了。我没有死，32年了。林峰，快坐。屋子小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你别嫌弃。小雨，快去给叔叔倒杯水，用那个干净的搪瓷缸子。苏曼姐，这些年你就一直住在这种地方？这地方挺好的，冬暖夏凉，离小雨学校也近，人老了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躺下就知足了。可你刚才连房租都交不起，那个房东，还有当年苏红发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对你的？嗨，苏红发是做大生意的人，跟我们早就没来往了。我其实过得挺好的，在厂里做手工，一个月能挣不少呢。你看小雨都长这么高了，成绩也好。妈，你还要骗人骗到什么时候啊？小雨，大人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叔叔，我妈都在骗你，我们一点都不好。我妈为了供我上学，一天在流水线上熬14个小时，她的眼睛就是被厂里有毒的胶水熏的。那个苏红发不仅抢了我们家的老房子，还让全县的工厂不准录用我妈。
为了省钱让我读书，他一天就吃1顿饭，顿顿都是咸菜啃冷馒头。医生说他再不去医院，这2只眼睛就要瞎了。叔叔，我们快活不下去了。小雨，住口！苏曼，够了，别说了，跟我走。老城区这破地方，我们一天也不待了。我带你去全省最好的医院治眼睛，我给你买大房子，我让小雨上最好的学校，跟我走。林峰，我说了，我不用你帮。为什么？32年前，我从海滩上把你背回来，是因为你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。我把全部积蓄给你，是觉得你有本事，不该困死在穷山沟上。我苏曼救你，帮你，不是想拿你的任何东西，是因为我愿意。你要是还认我，坐下喝杯水，我高兴。你要是想来可怜我，现在就给我出去，出去！可怜苏曼，在你眼里，我林峰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畜生吗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32年前，全村人都把我当成死人，当成丧门星，要把我扔回海里喂鱼。是谁用一双手抠着泥沙，把那根沉船木抬起来的？是谁用肩膀把我一步一个脚印从鬼门关背回来的？是你苏曼，没有你，我林峰早就在32年前烂死在烂泥滩里了。我的命是你的，苏曼姐，这不叫施舍，这叫报恩。老天爷不收我，让我活到今天，不是让我坐拥无数财富，但却眼睁睁看着我的恩人在这里住着，被流氓欺负，连病都看不起的。苏曼姐，你不要我的帮助，那就是要让我林峰一辈子背着九死不还的罪名，当一个天打雷劈的白眼狼。我告诉你，这地方你搬也得搬，不搬也得搬。你身上受的所有罪，那些欠了你的、抢了你的、欺负过你的人，我林峰发誓，一定要让他们受到该有的。苏曼，我求你了，你替小雨想想，他才16岁，他本该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坐在更好的教室里读书，自由的挥洒青春。当年在码头上，你把最后1分钱塞给我的时候，跟我说过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林峰，你以后要是出人头地了，就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别像我这样，一辈子困在这烂泥里。32年，这句话，我林峰一天都没有忘记过。我在南阳建了学校，盖了医院，资助了成千上万个像小雨这样的孩子，我做到了。你当年的期望，我每一个都做到了。可是我帮了全天下的人，却偏偏漏掉了你。你让我怎么面对自己的良心？算我求你，让我帮帮你们，别让我当一个连恩人都护不住的废物，行吗？林峰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还不行吗？我办，我听你的。但是林峰，你不知道苏红发，他现在根本不是当年的小村民了，他是红发集团的大董事长，手底下的资产好几个亿呀。这32年，我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狠的处处针对我，我不希望你为了我们被卷进这麻烦事儿里。你是斗不过他的。苏红发身家数亿，势力庞大，哼，苏红发连一只蚂蚁都算不上。苏总，出大事了！苏总，那个老东西苏曼，他找着靠山了。靠山，在这省城，老子就是山。那个连买药钱都没有的瞎子，能找着什么靠山？是个老头，看穿着挺朴素的，但排场不小。今儿个带了律师来砸场子，把租赁合同给废了，还扬言要让您倾家荡产、牢底坐穿呢。让老子牢底坐穿，真是癞蛤蟆打哈欠，哼，口气不小。呸！苏曼这个丧门星，老了还学会勾搭野男人了，
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外地老头，拿2本翻烂的法律条文就敢跑到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外地老头，拿2本翻烂的法律条文就敢跑到老子地盘上装大牌。爸，这老太婆怕是活腻歪了。当年抢她爹娘的地，这些年断她的生路，她都像条狗一样忍了。现在找了个撑腰的，就以为自己能翻盘了。要不要儿子带人去废了那个老头？杀鸡焉用宰牛刀？红发集团要拿城西几个亿的项目，这个时候别闹出太大动静。不过那个老东西骨头痒了，是该敲打敲打。阿强，你带几个人马去一趟城西，把那个多管闲事的老头给我扔出省城。至于苏曼，老子要让他明白，在省城，老子要他当一辈子乞丐，他就别想直起腰来当人。放心吧，爸，欺负一个老太婆和一个死丫头，儿子最在行了。今晚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……放心吧，苏曼，从今天起，天塌下来，我林峰替你顶着。我们这就……哟，哭得挺热闹。老东西，别在这给脸不要脸，立刻带着你这个小杂种女儿给老子滚出城西！再敢多赖1分钟，老子今天就把你这里砸了！还有你这个老头，听刘桂芳说，就是你个老绝库想强出头是吧？老子劝你少管闲事，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别把自己棺材本都赔进去。你们别动他，苏强，你回去告诉你爸，当年的账我不要了，房子我也不要了，我们搬，我们今天就搬。他只是个外地来的普通人，他跟这事儿没关系。普通人，老太婆，你还真是自身难保，还想着野男人呢。行啊，今儿个谁也别想走。放肆！瞎了你的狗眼！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谁？放肆！瞎了你的狗眼！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谁吗？老子管他是谁，除了我爸苏红发，谁来都不好使。他能是谁？一个半个身子进土的老头，难不成还是天王老子？你给我听好了，站在你面前的是林氏财团董事长，身家1000亿的东亚首富林峰先生。什么？林峰，你是东亚首富？林氏财团1000亿首富，笑死老子了！就凭他一个穿得像个收破烂的糟老头子，老太婆，你找演员演戏也找个像点样的呀！他要是1000亿大佬，老子就是玉皇大帝，在这跟老子装神弄鬼。弟兄们，给我把这老头扔出去，我看他拿几千亿来买命。看来苏红发真的把你教得很好，简直和他当年一模一样。死到临头还装逼，给我抓住他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些车，这些人，林总，林大爷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是我畜生，我不知道您是林氏财团的董事长啊！求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我跟苏曼姐也是亲戚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啊！一家人。32年前，他私吞我给苏曼姐的保命钱，几十年来他处处做局破坏苏曼生活的时候，他想过是一家人吗？告诉苏红发，他的好日子到头了，我要让红发集团彻底破产，我要让你们父子一无所有的跪在苏曼面前。苏曼，小雨，我带你们去新家。请进。林峰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这32年到底在南阳干什么了？你不仅能叫来法警和律师，还有你说话的底气。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苏曼，如今在南阳，我是林氏财团的董事长，身价1000亿。当年你送我上船，说我有本事，我没让你失望。1000亿！林峰，太好了，老天有眼啊！林总，查到了，
苏曼姐这32年受苦的真相全部查到了。说，房东刘桂芳每个月10号账户都会收到一笔分毫不杂的5000元汇款，打款方是宏发集团旗下的一家皮包公司，法人代表是苏宏发的小舅子。苏曼姐不是运气不好，是刘桂芳收了苏宏发的钱。只要苏曼姐辛辛苦苦攒下一点钱，刘桂芳就会找各种名目涨租、扣钱、找茬，就是为了针对你们。苏宏发，他为什么要针对我到这种地步？因为他做贼心虚。苏曼，32年前，我从南洋寄回国内的几十封信，还有整整5万美金的钞票，全被苏宏发。苏曼，32年前，我从南洋寄回国内的几十封信，还有整整5万美金的钞票，全被苏宏发勾结村支书给私吞了。他靠着吸你的血抢我的钱，进城开了建材公司，一路做成了如今资产数亿的宏发集团。他怕当年的丑事败露，他伪造我的死讯，把你打压到底层，就是想让我们永远见不了面。还不止这些，苏曼姐，你进城后摆货摊、开小吃店、推车卖菜，每次你刚有起色，就有人用各种方式搅黄你的生意。那批人每一个月都从宏发集团领一笔固定的劳雇费啊。原来不是我没有本事，不是我命不好，是有人生生掐着我的脖子，32年不让我做好啊！我一定会让苏宏发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小王，立刻把国内最顶级的金牌律师团今晚全部给我包机请到省城来，我要让他们组成100人律师团。苏曼，你不用怕，这一次我要让他在所有人面前向你谢罪。他苏宏发不是有钱有势吗？他不是能只手遮天吗？那我就要把他拖到公正的法庭上，让他接受审判。在无数媒体的聚光灯下，判他个倾家荡产，判他个……林总，苏女士，这个案子我研究完了。32年前，对方私吞苏女士的地产和5万美金，因为时间久远，再加上证据不足，如果只打这个，法律上我们很难让他得到惩罚。罗律师，那是不是拿他没办法了？请两位放心，在我了解了案情后，我便怀疑对方的发家之路并不干净。我们调查了苏宏发的公司财务，发现他在经营时使用了大量灰色手段。15年前，他恶意给濒临破产的建材厂设套，通过虚假注资和阴阳合同，把价值几千万的资产以区几十万的代价私有化，涉嫌巨额财产侵占。另外还有金融欺诈和非法经营。现在只待调查出完整的证据链，便能把苏宏发送进大牢。他用这些害人的钱当了大老板，却连我和我妈的容身之所都不放过。罗律师，那这些年苏宏发导致苏曼女士创业失败的事，能不能追究？苏宏发导致苏女士严重人身和精神损伤，属于持续性侵权行为。只要我们起诉，他不仅要数罪并罚，还要承担天价的民事赔偿。恶有恶报，真的恶有恶报。林峰，谢谢你。他苏宏发今天拥有的一切，从豪车别墅到那个资产数亿的宏发集团，每一分每一粒都是通过压榨别人得来的。不但要让他在法律上得到惩罚，我还要他在商场上把所有不该得到的东西都吐出来，让他一无。跟我苏宏发作对，真是不知死活。爸，救命啊！我们惹到大人物了，全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慌什么？像什么样子？不就是教训个外地老头吗？我看你是泡女人把胆子泡没了，真是个没用的废物！不是啊，爸，那不是普通老头，那是林峰，那是林氏财团的首富林峰啊！他带了几百个保镖，把整片棚户区都围死了！林峰？什么林峰？老子在省城混了这么多年，哼，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。你被个群演给吓尿裤子了？老子费心扶你上台，
你倒好，被老家伙吓成这样。在这省城，除了顶级家族，谁敢动我苏红发？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！苏总，出大事了！上游5大供应商刚刚同时发来公函，从现在起对我们全线断供，从下周起，矿石、煤炭全部停止供货。你说什么？断供？他们疯了！违约金呢？他们说宁愿赔钱，赔到破产，也不会跟我们签一个字。而且，老子亲自问。张总，我是苏红发，你那原材料什么意思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林氏财团，这不可能！爸，我刚才跟你说了，我们要完了！你还骂我废物？他是林氏财团的林峰啊！查，快去查，给我查清楚，这个林峰哪儿冒出来的？他为什么跟我过不去？去啊！快去查呀！苏总，查到了，全部查到了。那个林峰，林氏财团的董事长。说，他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要合围我苏红发？林峰32年前遇海灾，被苏曼救了一命，他这是在给苏曼报恩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个连爹妈都找不到的，他当年腿都烂透了，老子亲口散播了死讯，他怎么可能成了董事长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！爸，你说什么？他就是当年的死绝户！爸，你害死我了！你害死我们一家了！闭嘴！你个没出息的狗东西！喂，哪位？苏红发，32年不见，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林总，真是好大的手笔！刚一回国，就断了我的供应商。不过，你以为在国外赚了几个臭钱，就能回国作威作福了？苏红发，明天上午10点来林氏财团总部见我。爸，他让我们明天去领死，我们要完了，全完了。还没到最后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他林峰再厉害也是外来户，明天老子就去会会他，看他能把老子怎么样。林峰，哎呦，林峰，哦不，林大董事长，32年不见，真是麻雀变凤凰了。今天把我们父子叫来，还把我这好堂妹也请来，是打算叙叙旧，还是打算用你的千亿资产砸死我啊？苏红发，32年你抢走我留给苏曼的钱，13年来你用尽灰色手段，恶意设逃断他生路。今天让你来，是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给苏曼磕头认错。给一个瞎子磕头认罪。林峰，你脑子在国外待坏了吧？老子合法经营30年，说老子断他生路，证据呢？法律讲的是证据。林峰，老子承认你现在有钱，能卡我的供应商，但我告诉你，我的账目比你的脸还干净，所有合同流水全是合法的。你想拿法律压我，你连老子的一根毛都告不动。苏红发，你做过那么多丧尽天良的坏事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老子现在住别墅开豪车，这就是报应。苏曼，你别以为找了个有钱的野男人就能翻盘，省城商界全是我的人脉，他林峰再厉害也是个外来户。死性不改，很好。苏红发，那我们就在法庭上见吧。法庭见就法庭见。林峰，老子有省城最顶级的法务团队，你想跟老子玩官司，老子陪你拖个10年8年，看谁先耗死谁。苏红发这个人出了名的阴险，他要是死不承认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拿他没办法？苏曼，放心，苏红发之所以现在还敢这么猖狂，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，还不知道我已经动用了100人律师团，
通过技术手段彻底锁定了他幕后所有灰色资金链的最终流向。他的那些伪装，在我面前连张废纸都不如。法院开庭之时，就是他的死期。外来户就是外来户，吓唬谁呢？回去立刻让财务把所有的账本全烧了。听到没有？我说让财务把所有的账本全烧了。你是谁？小李呢？你想干什么？苏总，别紧张。如果我是林峰的人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了。你不是林峰的人，那你到底是谁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苏总，想要林峰不好过的人，可不止你一个。林董事长，你1个月调走200亿，听说就是为了老城区一个乡下女人，这钱是林家的，是你林峰私人的。程志，你有事可以后面再谈。当着所有董事的面，你敢让大家看那200亿的去向吗？200亿是我名下应城分红，按公司规章，董事长有权备案后调动名下权益2倍以内资金。财务部都是你的人，你为一个女人动用巨款，我林氏脸面还要不要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32年前我飘到荒滩，他花光全部积蓄，把烂半条腿的我从泥沙里背出来。现在他吃了32年苦，我不可能坐视不管。林峰，她就是当年救你的那个渔村姑娘。是，叔公。林家祖训，知恩图报，晚辈不敢忘。救命之恩，给180万就行了。你调走200亿，救命之恩，给180万就行了。你调走200亿，就是把林家当冤大头。3天内我会提交资金报告。至于你这1个月你在背后做了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你有证据吗？那点小动作，你觉得能瞒我多久？林承志，我会奉陪到底。说，林副总，苏红发那边回话，愿意跟您见面。给他地址，今晚8点，老地方。林峰，你以为搬出个救命恩人就能压住我了？你回来之前，林氏本来就是我的，你抢了我的位置，现在还想拿家法来压我。苏曼，你看着吧，我要让欺负过你的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林总，您要的东西查到了。林承志这1个月私下联系了6位董事，还动用了一笔账外资金，他忍不住了。林总，这些证据够把他踢出董事会了。不够。他在林家经营了30年，根太深，这些只能让他伤点皮肉，还赶不走他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就看着他跟苏红发联手。让他动他不动，我怎么知道他的底牌在哪里？他以为他跟苏红发搭上了线就能把我扳倒，让他动他不动，我怎么知道他的底牌在哪里？他以为他跟苏红发搭上了线就能把我扳倒，他去找苏红发，苏红发那条线上的所有罪证就都会自己浮出水面。我等他出招，出的越大，收网的时候就越干净。明白了，那我现在去盯着林承志的行踪。去吧，记住，只看不动。苏曼，你吃了32年苦，这一回我要把他们连根拔起，一个都不留。
林副总，你可算来了，我等了你快1个小时了。苏总，急什么？我怎么能不急？那个林峰，他断了我所有供应商，我公司的账都快转不动了。他说要告我，要让我倾家荡产。没有人比我更想扳倒那个林峰。林总，你可一定要帮我。苏总，你先坐下。你知道林峰是什么时候进林家的吗？20多年前，他在南阳被人认出来，带回林家。那时候，我爷已经把我当接班人培养了整整10年。林峰一回来，所有人都围着他转，我爷爷当天就改了主意，把董事长的位子留给了他。哼，我从小在林家长大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一天懒觉都不敢睡。他林峰呢？他流落在外不知道多久，一回来就坐了我的位置。他这个位子本来是我的。林副总，咱俩是一样的人。你被抢了位子，我被抢了生意，你我联手，让他滚出林氏。苏总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林副总，你说咱们怎么干？苏总，你要明白，林峰现在不是普通人。他是林氏财团的董事长，背后是整个南阳林家的资源，硬碰硬，你碰不过他。那怎么办？就看着他骑在我头上。硬的不行，就来暗的，我们分两头走。你外我内，你在外面给我把水搅浑，舆论、网络、媒体怎么难听怎么来。他不是在给苏曼打官司吗？你就往他头上泼脏水，说他仗势欺人，用钱买命。不要怕花钱，我来给你。这个我在行，我手底下有人发帖子买水军，一套活全都收。不要怕花钱，我来给你。这个我在行，我手底下有人发帖子买水军，一套活全都收。对，你在外面闹得越大，我在董事会里就越有话说。你是说你在董事会上拿舆论压他？董事会的那些老家伙最怕的就是名声。林峰的私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影响了林氏的股价，那些董事比我更着急。你负责董事会，我负责外面，他林峰就是有3头6臂也挡不住里外夹击。他回林家这些年，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，现在他自己把刀递到我手里了。为一个女人砸了200亿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不用我们编，他自己就把自己毁了。苏总，预祝我们马到成功。这一次就让他爬。林峰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这辈子还能坐在这种地方喝茶。以后你想来，随时都能来。苏曼，你还记得当年在木屋里，你从床底下摸出那个铁皮盒子，里面装着干虾米和毛票？记得，那是我全部家当了。你那时候腿烂了半边，但却还是那么精神。你那个时候其实比谁都想活下去。那几天你天天往镇上跑，回来就给我熬汤，你自己啃些菜叶子。都过去的事儿了，提那些干什么？在我这儿，永远都过不去。林总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苏红发动了，他买了几10家网络媒体，现在网络上全是抹黑您的消息。什么抹黑？让我看看。这都是什么？他们怎么能这么写？
他们说林总您仗势欺人，目无王法，欺压本地企业，说您用200亿买通司法系统，还编造了您在南阳的黑历史，全是胡说八道。林峰，你明明什么都没干过，他们怎么敢这么颠倒黑白？不急，让他们写。让他们写？他们这是在毁你名声。我等的就是。不对，林峰，苏红发这个人我了解他，他贪得无厌，欺软怕硬，但还没这个胆子敢这样对付你。他背后一定有人指点，有人在给他出主意，帮他铺路。你说的对。而且你没注意到吗？他要煽动这么多人抹黑你，这要花的钱可不是小数目。他现在的现金流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供应商断供，他账上根本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来做舆论。所以有人在出钱帮他。什么人会出钱帮苏红发对付你？苏红发认识的人里，谁有这个财力？是林氏集团内部的人。我的堂弟林承志。林总，查到了。苏红发那批水军的资金源头绕了3层皮包公司，户主不是苏红发，是林氏财团内部的人，是林承志。林承志想要我这个位置已经不是1天2天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等他们把戏唱完，我再登台。林峰，你跟你堂弟林承志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恨我，不是1天2天了。从我重新回到林家的那天起，他就恨我。我父亲是林家的次子，当年出海遇难，我在海上漂了3天才被你救下来。林家找到我的时候，林承志已经被当成接班人了整整10年，所有资源、所有人脉都是按他来培养的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回来了，我没有想抢什么，我只想好好做事。但有些事，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掉的。我做成了几个大项目，打通了南阳的市场，让林家的生意翻了3倍。那些老家伙不是傻子，谁能带他们赚钱，他们心里清楚。组长亲自拍板，把董事长的位置给了我。林承志当着所有人的面什么都没说，但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他觉得那个位置是他的，是我从他手里抢走的。他从来没想过，没能成为林家的掌门人，是自己的原因吗？他不会这么想，他这种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，他只会觉得是别人挡了他的路。所以这些年，他一直在背后跟你作对，明的暗的，从来没有停过。之前我一直不动他，因为他毕竟是林家的人，身上流着同样的血，但他不应该动你，他碰了不该碰的人。林峰，苏曼，这一回我不打算再忍，因为他毕竟是林家的人，身上流着同样的血，但他不应该动你，他碰了不该碰的人。林峰，苏曼，这一回我不打算再忍了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不用急，让林承志和苏红发先蹦跶几天。林总，现在全网都在传您的谣言，董事会那边已经有风声了，再让他们闹下去，闹得越大越好。你是想让他们自己把底牌全亮出来？他们跳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现在收网，只能抓到苏红发，林承志躲在后面，伤不到他。你要等林承志自己跳出来？对，让他觉得他快赢了，他才会露出尾巴。林总，董事会那边来通知了，林承志联合了6位董事，要求紧急召开董事会。他果然坐不住了。什么时候？今天下午3点。知道了。林峰，
你准备好了吗？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走吧，去会会他们。林总，来的人比预想的多，不光董事到了，林家几位辈分高的族老也来了。看来林承志这次是做足了准备啊。我跟你一起进去。不用了，你在这里等我。各位董事，各位叔伯，今天来的这么齐，是有什么要事要谈？林董事长，我们今天来不是谈事的，是来讨个说法的。林总，网上那些消息，我们不想相信，但你调走200亿现在是事实，整个林氏的名声都被你拖下水了，股价2天就跌了7个点。林家世代经商，从没出过这种丑闻。林峰，你为了一个外姓女人，把整个家族的声誉搭进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林峰，你是族长钦定的董事长，我们本来不该说什么，但这次的事，你确实欠林家一个交代。林董事长，大家都在等你说话呢。好，你们要交代，我今天就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好，你们要交代，我今天就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交代，好，你说那200亿到底去了哪儿？你给苏曼请律师、请侦探，给红发集团施压，用的都是林氏的钱。我们查过财务记录，那笔钱是从林氏总部走的。林峰，你是董事长，资金调动你有权做主，但你得让我们这些元老们心里有底。那个女人到底跟你什么关系？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32年前没有她，我早死在海滩上了。呵呵呵，救命恩人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外面养的女人，拿林家的钱给她撑场面？刚才那句话是谁说的？林峰是我亲自从南阳接回来的，几十年来他的为人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不要在这里凭空污蔑。林峰，你是林家的掌门人。苏红发32年前私吞了我寄给苏曼的5万美金和几十封信，13年来一直压榨迫害他。这笔账我已整理成证据，明天递交法院。我只是调走了200亿，没有1分钱进过我个人的口袋，只有一部分用作律师费和证据收集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林家的长远未来，而剩下的钱只不过是一些提前准备罢了。这里面是完整的资金流水和财务备案，谁有疑问，现在就可以查。还有谁有话说？那这件事，今天请各位来，是想当着所有人说清楚一件事。32年前，我遇难飘到荒滩上，半个身子被压在泥沙里，是一个渔村姑娘冲下来把烂腿的我从泥沙里背了出来。她花光积蓄给我治伤，我伤好想去南阳找出路，她把仅剩的钱全部塞在我手里，这才有了今天的我。这些年她在流水线一天干10几个小时，体弱多病，一天只吃1顿饭。她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一个人，她的堂兄苏红发。他私吞了我寄的钱，伪造我的死讯。
这3年来一直阻止他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就是要告诉所有人，我会让法律还苏曼一个公道。妈，林叔叔上电视了。妈，林叔叔在说你的故事。妈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。小雨，记住，好人终究……林总，反转了，全网都反转了。新闻播出才2个小时，所有社交平台全在讨论您和苏曼姐的故事，热搜前10，咱们占了6个。您看这条，原来200亿是报恩，这钱花的值，点赞100多万。还有这条，谁欺负恩人我就骂谁，算我一个。舆论只是一阵风，吹过了就没了，关键还是证据。不止，您看下面，已经有人开始扒苏红发的底了。有人翻出苏红发公司10年前压榨员工的旧账，说他们厂拖欠工资、非法加班，有工人累倒在被窝里都没人管。还有人说苏红发的建材公司用的全是劣质材料，盖的房子不到3年就开裂，好几个业主联名要告他。最关键的，有当年在红发集团干过的老员工实名出来作证，说亲眼见过苏红发让手下砸别人的摊子。有姓名吗？有，他说他愿意出庭作证。苏红发这些年得罪的人太多了，他以为有钱就能捂住所有人的嘴，可捂得住一时，捂不住一世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那些媒体都是我们的人吗？怎么全在替他说话？爸，不是媒体替他说话，是网友都站在他那边，那些评论根本压不住。林峰，好一个林峰，你跟我玩舆论是吧？林总，你看新闻了没有？现在全网都在骂我，你那边到底什么时候动手？急什么？让他得意2天。你快点！林峰，好一个林峰，你跟我玩舆论是吧？林总，你看新闻了没有？现在全网都在骂我，你那边到底什么时候动手？急什么？让他得意2天。你快点！再拖下去我就完了。林副总，别慌，我给你找了新的律师团，省城最好的刑诉团队，领头的可是当年打过3起无罪辩护全胜的那个。他愿意接我的案子，钱到位了，他就到位。好，多少钱都行。林峰声势闹得这么大，肯定手里也没多少你的证据。他闹得越凶，越说明他心虚。我就说嘛，他一个外来户能有多大的神通？而他闹得越大，林家那些老家伙越不满，我越有理由弹劾他。好，内外夹击，让他2头顾不过来。你在外面稳住，媒体交给我，3天之内，我要让林峰知道他选错了对手。今天我只说一句话：3日后，我向苏红发提出的诉讼将正式开庭。所有证据我已全部提交法庭，欢迎各界监督。林总，苏红发说你没有真凭实据。3天后，我们法庭上见分晓。罗律师，我看了新闻，您宣布要在3日后开庭，但您交代的案子不止1桩，这几个案子都要准备大量的文书材料以及完整的证据链。3天时间，材料恐怕很难备齐。要多少人多少钱，你尽管说，我只要你一句话。3天能不能完成？林总，你认真的？苏红发多逍遥1天，苏曼就要多痛苦1天。我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受到该有的惩罚。好，有您这句话，3天之内，我一定把材料备齐。罗律师，辛苦你了。哪位？林总，冒昧打扰，我是省城商会会长周会长，久仰。听说林总最近在跟苏红发打官司，我想请你明天过来喝杯茶，聊几句。好，明天几点？下午3点，越秀茶楼，我等你过来。
林总，坐。我做了20年商会会长，见过不少外来商人。你跟苏红发的恩怨，我大概听说了。救命恩人，还有被私吞的钱，确实让人同情。但红发集团是本地的龙头企业，手下2000员工，上下有几十家配套厂。你这一告，有想过后果吗？2000人失业，省城经济都要受影响，你负得起这个责吗？我不管你跟苏红发有什么恩怨，但苏红发有句话没说错，你这是在破坏本地经济，让无数人丢掉饭碗。那些工人有什么错？他们凭什么替你的恩人扛这个代价？你在外面赚了钱回来，想替人出头，我理解。但你搞垮苏红发，毁掉的是2000个家庭的生机。林总，把这官司撤了。周会长，你说完了。你说苏红发的企业大不能动，那我问你，他靠什么起家的？他私吞了我寄给苏曼的保命钱，他是用那笔黑钱起家的。他现在所有的地位都是建立在犯罪上。这些年，他压榨员工，拖欠工资，断别人生路。这些事不要告诉我你一个商会会长不知道。他毁掉的是一个人32年的人生，这笔账我必须讨回来。那是你们的私人恩怨。私人恩怨？周会长，你说红发集团是本地龙头企业，所以不能动。但我告诉你，正因为它是龙头企业，我更应该告。如果企业做大了就能无视规则，随便损害他人权益而没有代价，那这个社会上会有多少人想去走捷径，去当不择手段的越界者？我们拥有这么多财富，不是为了享乐，是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。责任？林峰，你少跟我来这套！这里是省城，你为了一个女人跟整个商界作对，我看你还能待几天？周会长，省城不是你的省城，法律面前谁大谁小，法庭上自会见分晓。周会长，省城不是你的省城，法律面前谁大谁小，法庭上自会见分晓。林峰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你是省城商会会长，省城的商人都要给你面子，在这巴掌大的地儿作威作福做惯了，但你今天居然敢对我上眼色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。这个官司我打定了。周会长，你为了苏红发这么卖力的劝我撤诉，你跟苏红发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们之间有没有利益往来？他当年起家的黑钱，你有没有分过？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敢查我？我一定要查你和苏红发这些年的往来，我会一条一条挖出来，最好不要让我查到当年他私吞那笔钱的时候你就已经掺和了。这个案子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撤诉，我林峰一定要为苏曼讨回这个公道。林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苏曼，我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官司打完以后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我想带小雨回老家看看，不知道那间木屋还在不在？一定还在。你当年说过，家里给我留着门呢。林峰，32年了，你还记得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得。苏曼，你放心，这个官司我一定会打到底，谁都拦不住。
谈完了？谈完了，明天开庭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林峰，当年你浑身是血，腿烂了半边，我以为你活不过3天，但你挺过来了，一天比一天精神，眼睛里那道光，我在村里从没见过。所以我把积蓄给你，送你上那条船，不是因为想得到回报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属于那里。苏曼，你把家当给我，可你没想过吗？万一你看走了眼呢？我看人很准的。你昏迷那几天，我守着你，你一直喊不甘心。鬼门关前喊不甘心的人，不会是个普通人。后来嫁人生子守寡，进城打工，那都是我的命。你本来不用吃这么多苦，本该好好过一辈子的是你。林峰，能再见到你，我就知足了。过去的苦都过去了。苏曼，等等我，明天法庭上我就能给你讨回公道。好。怎么了？我没想到这辈子会走进这种地方。妈，别怕，林叔叔在呢。妈不怕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。走吧。我宣布，苏红发一案正式开庭。审判长，原告对被告的全部指控，全部都是诬告。红发集团是合法经营20年的企业，原告所谓非法经营、压榨员工，根本拿不出一份证据，这是利用舆论施压的恶意诉讼。是原告趁着财大气粗，买通媒体，操纵舆论，想用钱压垮我们本地的合法企业。但法庭讲的是证据，不是谁钱多谁说了算。原告的指控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。我方请求法庭驳回全部指控，并追究原告诬告之责。原告方可以开始。审判长，我方请求提交第一批证据。这是红发集团10年前以虚假注资和阴阳合同非法吞并建材厂的账目。呈上来。这是红发集团拖欠工资、非法加班的劳动仲裁记录，共47份。这是红发集团用劣质材料施工导致建筑开裂的鉴定报告。这些证据每一份都有签字、有公章、有日期。审判长，这些文件，审判长，我方还有人证。红发集团前财务总监、前生产部长等12人全部愿意出庭作证。苏红发，你以为你做的事没人知道，但你压榨员工、克扣工资的时候，被你伤害过的人，每一个都记着。今天坐在旁听席的那些人，都是来送你进去的。审判长，以上证据只是第一桩，接下来才是本案真正的核心。被告苏红发32年前恶意偷窃、抢夺苏曼女士个人财产一案。被告苏红发32年前恶意偷窃、抢夺苏曼女士个人财产一案。出去！胡说八道！什么偷窃财产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32年前，林峰在南阳站稳脚跟后，寄给苏曼5万美金和数十封信。这笔钱从来没到过苏曼手上，因为被一个人截住了，那就是苏红发。他私吞了这笔钱，用这笔血汗钱开办公司，做成了今天的红发集团。不仅如此，
他还侵吞了苏曼父母留下的宅基地和渔村地产，这是当年的地契转让记录。证据呢？上面苏曼的签名，经笔迹鉴定是伪造的。苏红发用这笔抢来的钱发家，用这块抢来的地建厂。他拥有的一切，没有一样是属于他的。按照现行法律和地产增值计算，苏红发应赔偿苏曼各项损失共计7亿0800万元。不可能！你们苏红发应赔偿苏曼各项损失共计7亿0800万元。不可能！你们合起伙来害我！7个亿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32年了，你能有什么证据？审判长，原告方的指控完全站不住脚。32年前的事儿，没有合同，没有转账记录，连一张借条都没有。所谓的信件和美金，全部只是原告的一面之词。法律讲的是证据，不是讲故事。法官，不要让原告方再肆意妄为、恶意煽动观众了。如果原告方坚持空口无凭，我方将申请驳回此案，并追究原告诬告之责。林峰，听到了吗？没证据就是诬告。你说我拿5万美金，证据呢？你说我伪造地契，证据呢？证据呢？你们合起伙来整我，拿不出证据就是诬告。审判长，我方请求传唤证人。传证人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法官，这个布包我藏了32年了，今天终于拿出来了。审判长，这就是32年前林峰从南阳寄给苏曼的信件和美金，被苏红发截留后，一直由证人保管至今。证人，请陈述与本案有关的事实。32年前，苏红发来找我说，他堂妹捡了个外乡人，那人去了南阳，寄了钱和信回来，我们一起分钱，我们把信和钱分了，他拿大头。这件事压在我心里32年，我没一天睡得安稳。你放屁！当初明明是你主动找我分钱的，现在你在这装什么好人？当初明明是你主动找我分钱的。找你，苏红发，你摸着良心说，你收了林峰多少钱，让你这把老骨头不惜坐牢也要来指认我？我收钱？苏红发，你吞了那5万美金，开了公司，当了老板，你住在别墅里吃香喝辣，我呢拿了那点钱在村里窝了一辈子，你的发达应该有我一份，凭什么你当大老板，我还住在那间破屋里？那是你自己没本事，怪谁？我没本事，你干的什么事自己清楚。当初分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现在翻脸不认人。这些年你在外面人模狗样，我找你帮忙你理都不理，你生怕我坏了你的好事。你拿了钱就该闭嘴。这些年我给你的封口费还少吗？大家听到了吗？他自己承认了，封口费，这就是封口费。肃静。本庭最后一次警告，任何人再敢扰乱法庭秩序，立刻剥夺旁听资格，依法拘留。审判长，我方在庭审最后阶段追加一项全新指控。审判长，原告方只是恶意拖延庭审，他们提交的莫须有罪名已经够多了，我抗议。倡议无效，被告律师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坐下。我方指控，被告苏红发在过去长达13年的时间里，利用权势对堂妹苏曼女士
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恶意围剿与生存剥夺。罗律师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生存剥夺？苏曼女士，你以为你前半生的不幸是因为你命不好吗？7年前，你为了养活女儿，在大街上摆早餐摊，起黑更，睡半夜。可仅仅3个月，你赖以生存的推车都被砸碎在暴雨里。就是苏红发恶意骚扰，亲自施压。3年前，你去最苦最累的电子厂做流水线女工，你没日没夜的加班，整整3年，终于熬到了质检主管的位置。可就在你要拿到第1笔奖金的那天，厂方突然以你身体条件为由，将你强行辞退，连1分钱补偿都没给。原来真的是你！审判长，整整3次，每一次苏曼女士想要直起腰做人，每一次她想要靠双手活下去的时候，背后都有一条毒蛇在死死掐着她的脖子，而这条毒蛇就是她的堂兄苏红发。苏红发，我以为是我没本事，我以为是我命贱，我以为是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每天晚上都在恨我自己为什么这么没用，连让女儿好好生活的钱都赚不到。结果居然是你亲手把我推下去的。本庭宣布，本庭继续审理，请原告律师陈述。被告苏红发及其子苏强，在经营红发集团期间，多次使用暴力手段打压竞争对手，威胁员工，长期恶意压榨工人工资。这是47名工人的联名控诉，他们被拖欠工资，强制加班，因工伤得不到赔偿。请法官大人明察。本庭宣判，原告方对被告的全部指控，证据确凿，事实清楚，全部予以采纳。苏红发数罪并罚，判处20年，没收全部非法所得。苏强从犯，判处8年。林峰，我错了，我给你磕头，你放过我。林叔，跟我没关系，都是我爸干的，你放过我。32年前，连隔壁村都知道苏曼过得最苦，他是那里最需要帮助的人。你私吞那笔钱财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放过他？你把他逼到绝路，让他几乎瞎了眼睛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放过他？苏曼救了我的命，却因为你过了32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。你做恶事时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你抢钱的时候，欺压工人的时候，把他逼上绝路的时候，哪怕有一次想过会有今天。我今天不是来听你求饶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你对他们所做的一切，法律都会替他们讨回来。苏曼，走吧，这件事结束了。
将被告苏红发、苏强收监，退庭。放开我！还你那么多钱，到头来连个女人都斗不过，废物，全是废物！说，林副总，林峰刚刚宣布半小时后在总部召开紧急会议，要你马上赶过去。什么意思？他难道敢动我？林峰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你凭什么私自召开紧急董事会？你到底在耍什么把戏？林承志，你的戏演完了。叶畅，还不跪下！我为林家流过血立过功，凭什么让我跪？凭你勾结外人，吃里扒外，企图将林氏100年基业毁于一旦。我宣布，今日召开族会兼董事会，第一项议程，将罪人林承志彻底逐出林家，剥夺一切职务，开除族籍。逐我出族！林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拿什么定我的罪？林总，您放心，这一次一定能替您死死按住林峰，保证他这辈子翻不了身。做干净点儿，只要林峰在海城身败名裂，林家迟早是我的，你的好处少不了。这些年，你利用职务私自挪用林家公款高达14个亿，你意图分裂林家，想把100年林氏变成你个人的私产。林承志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林承志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公司放心把资金交给你，你居然中饱私囊，枉我们叫你一声哥！你连林家的根基都敢动，你要让我们都去喝西北风啊！狼子野心，看住他！你们少在这装清高，这都是你们的主意。你当初挪用资金的时候，你拿了几千万的分红，还有你儿子开豪车住别墅的钱哪来的？全是我给的。你们现在想过河拆桥？够了，简直是家门不幸！传我族长令，凡是与林承志勾结、中饱私囊者，无论是谁，全部罢免逐出林家，统统依法严办。林峰，你有勇有谋，重情重义，才是林氏唯一的脊梁。从今天起，将林家族长之位正式传给林峰。凭什么？他凭什么拿族长印？我从小在林家长大，为林家做牛做马40年，他不过是个外来户，大伯你偏心，我不服！凭什么？就凭你愚蠢至极，无能至极！林家若交到你这种禽兽不如的手里，才是真的亡了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拖出去！放开我，林峰！我是林氏的功臣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林峰！参见族长。罗律师，是判决书出来了吗？苏女士，我们全赢了！苏红发、苏强父子名下所有的非法资产全部被查封。鉴于他们13年来对您的迫害与剥夺，法院判决红发集团必须在3日内强行执行给您的一笔天价赔偿金，总计5个亿。5个亿？罗律师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苏女士，这不是做梦，这是迟到了33年的正义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妈妈，我们赢了，我们真的赢了，坏人被抓起来了，他们把钱赔给我们了。小雨，这么多年了，妈妈终于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了。妈妈没有骗你，只要熬过去，天一定会亮。苏曼、小雨，
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但从今往后，有我林峰在一天，这天底下便再没有任何人敢让你们掉一滴眼泪。林峰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，更别说拿到这笔赔偿。林峰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苏曼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永远不要对我说谢谢。32年前，要是没有你用手把我从荒滩里刨出来，我林峰早就变成一具枯骨了。我现在拥有的一切，林氏财团、万亿身家，全都是你给的。哪怕我把整个林家都送给你，也抵不上你当年的救命之恩。我无论怎么报答你，都不为过。哪怕我把整个林家都送给你，也抵不上你当年的救命之恩。我无论怎么报答你，都不为过。林峰，过去的苦难已经过去了，有了这笔钱，我和小雨这辈子衣食无忧。但我不想坐吃山空，我想用这笔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。你想做什么？只要你开口，我立刻让林氏财团最顶尖的商业团队过来帮你。要项目给项目，要资金给资金，由我为你保驾护航。不，林峰，这次我想自己来。这些年，我开过裁缝铺，摆过摊，进过电子厂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像当年的我一样，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底层百姓。我要用这5亿办一个慈善创业基金会。我要去帮那些走投无路的人，给他们底气，让他们今后能靠自己的双手挺直腰杆做人。好，既然你想自己飞，那我就在天上看你翱翔。林氏财团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由我国著名慈善家苏曼女士创办的向阳慈善基金会，今日正式成为全国最大的慈善救助机构。该基金会至今已累计设立300多个帮扶基地，帮助了数百万人重获新生。妈妈，我考上了！妈妈，我考上了，我是第1名。好孩子，妈妈为你骄傲。现在全国知道大慈善家苏曼了。林氏财团好几次想赞助你们基金会，都被你的秘书挡了回来，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这个组长啊。林大老板，我们基金会要的是独立，老拿你的钱算怎么回事？再说，你帮我的已经够多了。是啊，一晃这么年过去了。还记得吗？32年前，就在这个沙滩上，我就快要死了。你穿得破破烂烂，把压在我身上的灯抬起。怎么不记得？那时候我一边抬你一边喊救命，我当时真怕你死了。苏曼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当年救了林峰的命，更谢谢你，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依然愿意向这个世界释放最大的善意。林峰，该说谢谢的是我。我如今能站在这里，看着小雨长大，都是因为有你啊。走吧，林峰，明天还有无数的人等着我们去改变他们的命运呢。好，那就一起